风和湿度哪个最重要啊？你通风就没有湿度，你有湿度就不能通风。辩证的讲一下，什么时候需要通风，什么时候需要湿度。第一种情况，高温的时候注意通风啊。通风的目的是什么？是降温，盆面水分蒸发带走热量啊，盆土温度适当的下降，叶片它有空气循环进行降温，不让局部的温度过高，这时候通风很重要啊。那么这个高温的温度参考自然温度下、自然环境下30度左右啊。No.2， 梅雨季节通风很重要啊。梅雨季节高湿度啊，首先这个环境下这个菌繁殖速度非常快啊，植物的叶片会出现一些病害，你包括黑斑呐，包括这个灰霉呀，是吧？植物的茎干和根系也容易出现腐烂的一个现象。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咱们浇完水以后要注意通风啊。植物不怕浇，不怕你往死浇，它就怕浇完以后你给它闷在那儿啊，这个湿度长时间下不去。土壤的一个湿度和通风的小环境，咱们稍后就讲。那么第二个就是那什么情况下湿度更重要？第一种状态就是你刚买植物到家啊，这个它适应环境的时候啊，为了减少老叶片的一个消耗，老叶的一个黄叶、老叶的一个交尖掉叶的一个问题，那么咱们湿度相对来说会比较重要啊。你这个加湿器啊，包括往这个叶片的周边去喷水啊，不要直接往叶上去喷，容易有菌，是吧？保证环境啊，保证叶片环境的一个湿度，它能适当的减少老叶片对于不同环境的一个消耗性的一个问题。第二个就是植物新买到家啊，刚换盆的植物，咱们增加盆土内的一个空气湿度，是吧？就是土要适当的保湿，利用湿度诱导这个根系啊向外去生长。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个别的植物啊，比如说气生根比较发达的一个植物，它在长气生根的时候，咱们要保证它气生根周边环境的一个湿度啊，不然的话它气生根会干瘪。比如增加盆土表面的一个湿度，避免这个气生根扎到土面以后啊，由于过干导致气生根干瘪腐烂。那么也包括兰花在萌芽发芽的时候啊，咱们尽量的保证芦头周边的一个植料的一个湿度啊，避免新芽干瘪啊。那么新芽新笋对应的这个新长的根系，由于湿度过低，根系干瘪啊，芽停止生长，回芽死亡啊。那么对北方室内有暖气的冬季室内局部湿度过低啊、过干的这种情况，那么有条件的咱们可以去给植物去增加湿度，但是不是绝对的24小时增湿，间接性的增加湿度。那么就像第一点说的啊，那么这个湿度就会减少老叶的一些干叶、焦尖啊，甚至发黄的一些消耗性的一些问题。大环境啊，咱们养花的大环境的整体的湿度和通风完事儿了。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，就是咱们花盆里边的一个湿度和通风的一个重要性。花盆里边对你养花来说，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环境啊，根系是植物的一部分，根儿好了，叶才好，花才好，是吧？这个涉及到咱们操作的过程当中非常多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咱们配土的时候，土要排水，要透气，尽量不要用过细致的一个土壤啊。咱们保证浇水以后有效的一个淋水，那么这样啊，湿度和透气它能够同时停留在花盆里边的一个小环境当中。那么花盆里边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你配土的时候粗质料颗粒过多，这时候你就尽量的不要考虑这个通风性的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它一定是非常通风的啊。咱们要考虑的就是什么？土壤的湿度和你这个通风度能不能达到平衡，也就是说咱们要敢于浇水，大胆的浇水，主要是为了增加盆土里边的湿度啊。湿度够了，根系不干瘪，它不会产生烂根，对吧？湿度够了，这个根系感应到湿度，它去找水喝的时候，它才会生根。保水介质稍多的时候，咱们浇完水以后啊，要注意通风，增加通风啊。这个天热的时候可以给它放在窗口啊，吹一吹，尽量的啊让水分蒸发快一些，让空气能够进去啊，给根系进行一个呼吸、喘气儿、通风的一个效果。那么冬天室内有暖气，开不开窗的，咱们可以风扇。浇完水以后，那么风吹1到2个小时，是吧？辩证的去看待通风和湿度啊，两点都相对重要，但它不是绝对的神话性的那么重要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